封印消失之时，卷轴暴掠而出，石座周围的傀儡们也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。原本安静而紧绷的大殿瞬间就沸腾了，不断有人冲着卷轴飞去，也不断有人吐血砸落。那10道流光却是像有灵智一般逗弄着众人追逐。萧炎与一些实力极强的大势力却是稳如泰山。面对这些阶别不比地印绝弱的斗技，他们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当然是等那些人内耗呀，等那一窝蜂拼得2败俱伤后再出手，不香吗？这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，可惜人魁的加入彻底毁了他们的如意算盘。注：远古人魁是以特殊手段将强者的灵魂抽出人体，然后封印于傀儡躯体之内制成的。这种傀儡不仅拥有着杀戮的意识，还能施展斗技。萧炎看着眼前那些个个斗尊手撕渣渣的凶残人魁，狠狠地皱起了眉头，这下可当不了渔翁喽。毕竟闷头狂杀的人魁可管不了那么多。萧炎刚交代完众人，先协助自己试试能否抢到一卷卷轴，就被一具人魁盯上了。小医仙身形一闪，便挡在了萧炎的面前，截住了傀儡。在天火尊者的建议下，萧炎试图像上次一样控制傀儡，可惜人魁体内的印记不是萧炎现在的实力所能抹除的。萧炎确定小医仙那边不会有危险后，就盯上了一红色的卷轴，原因有2：一是萧炎隐约间感受到这卷轴传来的狂躁之意，应该是与火属性能量有关；二是抢夺的人少呀。在那卷轴出现在萧炎这行人的片区时，萧炎果断出手了，以雷霆之势震退最近的一名1星斗尊后，萧炎的手掌就贴到了卷轴之上，谁想那卷轴像鱼儿一样哧溜就滑走了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众人的攻击也到了，好在天火尊者等人迅速浮现而出，生生扛下了众多强者的联手攻击。萧炎在卷轴跑路的第一时间就使出了息掌，只是手掌刚握住半截卷轴，另一半就被一只干枯的大手同时握住，是玄冥宗的宗主陈天南。陈天南见萧炎的视线望来，挥出一拳就欲锤爆萧炎的头。萧炎紧急召唤出暗金葵接住了这一拳，下一秒暗金葵就以同样的招数还击。陈天南为了不当场脑袋开花，只得松开了手。那赤红卷轴就这样在众多死亡视线中进了萧炎的口袋。为了防止这些人脑子不清醒，萧炎一将卷轴输入纳戒，就放出了自身的浩瀚气势，紫褐色火焰缭绕周身。那些眼睛血红的强者一看这架势，又望了望不远处的天火尊者等人，没有过多犹豫，就扭头加入了其他的争夺圈。而松了一口气的萧炎没有撤离战场，也没有继续抢夺卷轴，他盯上了在天妖魁的攻势下略显狼狈的陈天南，是时候了结他们的恩怨了。一边的陈天南虽然被天妖魁压着打，但他也琢磨着怎么杀掉萧炎。萧炎现在腹背受敌，自己只要成功撤退，再等一个好的时机，就能暗中出手击杀萧炎，到时候再抢了卷轴，岂不美哉？想明白到底怎么做的陈天南不再恋战，想要逃离，萧炎怎么可能放他离开？先一步行动的萧炎一击就将仓促迎敌的陈天南震退了10几米远。感受到萧炎杀机的陈天南笑了，颇有一种我还没弄你，你竟然上门找死的感觉。你想杀我，凭你这1星斗尊的实力吗？陈天南冷声道。回应他的只有暗金葵的铁拳。萧炎在做什么呢？他在为陈天南准备燕天印。一巴掌大小的紫褐色手印轻轻拍到陈天南后背的一瞬间，陈天南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，倒飞期间撞到了好几个倒霉鬼，陪他一起喷喷更健康。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弧线的陈天南飞行期间不忘艰难地回转过身，盯着萧炎，并在心里咆哮道：小杂种，此仇不报，我陈天南枉为一宗之主，差点被斩杀之仇，不死不休。随后他就完美落地啦。大殿的柱子拥抱了他，好不容易将自己抠出来的陈天南十分怨毒地看了一眼远处的萧炎后，转身就欲离开，然后就真的离开了。看了看从胸前穿出的暗金手臂，陈天南只留下了一句好狠的手段。萧炎看着那缓缓倒下的陈天南，十分冷漠地说了一句：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就召回了暗金葵。与此同时，小医仙等人也是闪掠而来。注：小医仙已经将人魁引到别处去了，因为人魁只知道杀，脑子不太灵光。再度围在一起的众人一边警戒着周围的情况，一边商量着接下来怎么办。现如今卷轴只剩3份，萧炎却并不打算再去抢夺，因为这10卷卷轴给他的感觉并不像是天阶斗技，而他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。众人正有些迷糊，到底有没有天阶斗技的时候，小医仙却道：魂殿的那些人想要干什么？萧炎顺着小医仙的视线看去，就见摘星老鬼一行人正在逼近那具斗圣骸骨，要出手将这些家伙拦下来吗？紫妍跃跃欲试道。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石座之上的骸骨，突然发现那骸骨的手指轻微地抖动了一下，意识到骸骨可能是活的瞬间，萧炎一把抓住身旁的紫妍与青灵，沉声道：快退！
小医仙等人虽然是一头的雾水，但出于对萧炎的信任，还是立刻施展功法，急忙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摘星老鬼一行人也踏入了石座。就在摘星老鬼手掌即将碰到骸骨之时，以空间尖刺刺破了摘星的手掌，其中便是有着几滴滴落在了那盘腿而坐的骸骨上。摘星老鬼有点懵，但身体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。一旁几名魂殿强者见摘星竟然停了下来，围拢过来就想问问怎么回事。摘星没有答话，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滴落在骸骨上的血液，血液竟然尽数浸透进骸骨了。与此同时，骸骨升起了些许生机，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摘星立马大喊快退，可惜已经晚了。骷髅头中两团淡淡的血红之色亮起的一瞬间，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之声就从其嘴中暴喝而出，实质般的音波闪电般的扩散开来，反应慢的人瞬间就无了。最先反应的摘星老鬼虽然逃过一死，但音波的余波仍让他受了些伤。这下场中的人都冷静了不少，望着那蕴含着至少上百人甚至有2名斗尊强者的血雾，所有人都在此刻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。最先回神的唐振冲着摘星就是一顿输出，摘星老鬼你干了什么好事？被如此多的强者怒目相视，摘星老鬼有点怂，立马狡辩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而且魂殿的几位强者也尽数身亡了。萧炎直接就戳穿了他的谎话，摘星这才不情愿地表示是自己鲁莽了，随后立马说道，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斗圣骸骨，可谓是求生欲极强了。而为了得到骸骨，摘星不惜忽悠众人一同出手，拿下这个只剩一丝意念的斗圣骸骨，也不说到手怎么分配的问题，直到要是再来一次音波，大家都得死。场中到底是有人清醒的，表示自己现在就走，摘星立马道，走不掉的这道意念必然要将闯入遗迹的人尽数解决，逃跑的话恐怕没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。萧炎看着摘星一系列的骚操作，陷入了沉思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